9月2日，国家出台一则重磅法案，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全文超过1万多字，剑指西部陆海新通道。方案详细介绍了中国与新加坡如何搭建铁、陆、海3条战略通道。这3条通道关心的人很少，但它的前身是中国西部大开发南向通道。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而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西部大开发南向通道的升级版，将为中国打造共同富裕再次奠定基础。说起共同富裕，以往很多小伙伴问我，东部有沿海经济，西部有大开发战略，东部有东北工业复兴战略，怎么广西什么都没有？说好的共同富裕呢？那么今天我告诉你，中国是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典型代表就是今天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有北部湾经济区，有重要的港口，陆海新通道建成后，广西南宁将成为成都、重庆之后西部大开发的又一重大交通枢纽。对外，广西北部湾港口将与新加坡港口实现互联互通，发挥出海大通道功能，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重要交通港口。新通道建成后，在国内可以辐射12省1市，在国际上也可以覆盖新加坡、日本、德国等71个国家。一张以广西作为纽带的交通大网正在徐徐铺开。要致富先修路，让广西更加融入周边，融入西部大开发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版图中，就是广西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答案。不放过任何一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中国可不是说说而已。从国内到国外，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共同富裕版本完全可以做得更大，甚至走出国门。以往很多人看到中国在非洲搞基建就羡慕嫉妒恨，觉得自己国内都没搞好，还去国外浪费钱。其实这是典型的小看了中国的战略。中国还有个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这2个并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打造共同富裕的样本，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将共同富裕推向全世界的名片。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单是在付出，更是将来能借此成为世界中心，成为中国最好的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本期是继中欧班列和西部大开发之后大国战略的第3期，本期会给大家讲清楚一带一路倡议有多牛，保证硬核。看完大家就知道中国为何要改变世界格局，以及中国将获得什么样的回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2013年9月发起的合作倡议，每次说起这个，很多人都会将它与08年金融危机、中国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在很大一部分营销号眼里，它是中国为了消化国内过量的产能，将产能从国内转向国外。但是由于技术落后，只能向比中国更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发展。老实说原因里的确有消化产能的说法，但逻辑却是错误的，而且格局也太小了。中国要的不仅仅是消化产能，而是改变格局。这件事还要从一本书说起。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出了一本书《现代世界体系》，里面划分了一个体系。他将国家分为3个部分，其中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围绕美国的是欧洲和日韩等发达国家，而边缘的则是中国以及亚非拉其他国家。这个划分体系就叫做世界体系理论，又叫边缘理论。说的直白一点在这个划分里，世界就像是一座金字塔，美国人处于塔尖，谁与美国亲近，谁就可以跟着喝汤。但不管是哪一个层级的人，都离不开为美国服务的宿命。这个体系被很多学者诟病，甚至气愤，凭啥漂亮国就高人一等？但却无力反驳，因为这种格局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读懂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懂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财富资源分配与世界运行的本质。了解了这个，我们就能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同富裕。其实财富的本质也是遵循资源的分配。资源第一次分配是在中世纪前，这个时期整个世界还处于农业社会，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如何养活自己的人民，一般都是在极度富裕或者极度贫穷的情况下才会去攻打和兼并其他国家。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都很少去攻打其他国家，即使是在鼎盛时期，与周边国家相处的模式也一直是以宗主国与藩属国的身份相处。藩属国也可以理解为附属国和半殖民地，但中国的藩属国地位却非同寻常，历朝历代都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也就是不干预内政，还提供无偿保护。在古代评价一个国家的强弱，一般是用人口来衡量，而人口的背后是粮食，粮食的背后就是土地资源，这就是陆权时代。中国古代王朝一般是围绕中原建立，也就是现今的河南地带，这里地处平原，气候适宜，素来就有中国粮仓的称号，谁得到中原，谁就得到天下，所以才会有逐鹿中原的说法。
但是粮仓再大，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也没办法养活太多的人口。而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是土地资源贫瘠，不是沙漠戈壁就是草原，就算是占领了，也不过是多了很多张吃饭的嘴巴。对于当时的王朝来说属于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的存在。所以中国古代王朝一般采用怀柔政策，大致意思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再说的白一点大家打仗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养活自己，所以拥有极好地理条件的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中心之一，曾有过万国来朝的辉煌时刻。而其他国家也基本能依靠本国的资源自食其力。但是这一切在工业社会被改变了，因为世界的资源格局被强行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资源再分配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资源集中阶段，另一个是全球分配阶段。这2个时期都发生在工业化后，最受益的就是英国和美国。资源集中又叫资源掠夺阶段，直白点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将全球资源垄断到少数国家手里的意思。一开始最受益的是英国等少数欧洲国家，他们率先完成工业化，然后利用军事和工业的优势向全球输出纺织品，然后再把全球的资源都集中到欧洲本土，让全世界人民都给英国等欧洲国家打工。这种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所以这个时期非常的混乱，直接导致2次世界大战。此后受益国开始转移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美国，这一时期又被称作海权时代。比较明显的特点是落后的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低价的原材料，然后发达国家再向落后国家倾销高价产品。这时期的资源和财富都是为少数国家服务，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在这一时期，美国是绝对的核心，既是世界工业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享受着最多的资源。然后就是第3个资源分配，全球分配。为了减少人工成本，美国将利润较少的产业链向欧洲和亚洲转移，资源分配再次打乱，全世界的原材料开始转向工业国家集中，工业国家利用资源组装产品，然后再分销到世界各国。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一时期，美国依旧是世界的中心。说是全球资源分配的的确是资源，但是财富归属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财富与资源并不挂钩，挂钩的是科技与金融，这2样都被大漂亮掌握着。科技就是各种高端技术，美国借此制定了各种产业规则；金融就是美元石油霸权，是制定经济规则的基础。当产业和经济的规则都是由美国制定时，它依旧能主导整个产业链。世界的产业和经济格局就回到我们开头说的金字塔模型，最顶端的是美国企业，中间的是其他发达国家，低端的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提供资源的中东、非洲等国家。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依旧在给美国打工。科技本来是为了服务人类，此时却变成了控制人类，这样就有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只需要印钞就可以拿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成果，印的越多，占有的资源就越大，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外贸运转规律就是我们生产物品，然后卖给美国，我们挣到的外汇太多了，没处可以花，多余的钱就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债，防止贬值。但是这样就相当于借钱给美国，然后美国再用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我们辛苦工作，除了养活自己外，还有养着彼岸的美国人民。而其他工业国家也差不多。如果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那么也是大家一起把这个泡沫越吹越大。有些人可能会说既然大家都知道这是泡沫，为啥还惯着人家？原因也很简单，除了上面说的科技、金融乃至军事差距外，也和发展有关系。以往整个世界都处于增量状态，大家都在发展。虽然美国吃肉，但是别人也能跟着喝汤，只要有一口饭吃，其实也就相安无事。但是泡沫终归是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吹破了几次，世界就开始进入存量时代，也就是资源和生产力开发的差不多了，没办法再养活自己。如果这时候再养着别人，资源就不够分配了，所以世界就爆发了几次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之后，这种危机更加强烈。美国不断印钱，泡沫越来越大，甚至都吹不起来了，但它依旧不知悔改，欠下的国债比美国每年的 GDP 都要多，可以说他们不吃不喝1年都还不起。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别人的规则下运行，在这里别人既是选手也是裁判，你是打不过他们的。就算能打过，别人再改一改规则，照样能把你摁在地上。典型的例子就有日本和伊拉克等国家，前者触碰了美国科技底线，后者触碰了美元石油霸权底线，所以就有了美日科技战和伊拉克战争的事件。当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经济因此停滞了20年，中东至今乱成一团。中国其实也是受害者。2008年后，为了度过经济危机，我国开始大搞基建，导致危机过后国内产能过剩，在不断内卷的逼迫下，只能寻求向外发展。
可以说天下苦美久矣。这就是资源和财富的变迁，在数次分配中，他们从分散到集中，时代也从陆权秩序转到海权秩序。如果说陆权时代大家争夺资源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那么海权时代资源争夺就是为了少数人的私欲。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破局呢？其实破局的方法很简单，既然在别人的规则内打不过别人，那么就想办法自立门户，跳出规则。那么如何跳出规则呢？总不能自己和自己玩吧？其实答案就藏在地图上。纵观世界版图，美洲有美国，欧洲有欧盟，即使在亚洲也有日韩澳等美国盟友，这些地方都是跟着大漂亮吃肉的，不仅不会和我们一起从头奋斗，甚至还会共同组成一道封锁线，所以不适合作为白手起家的伙伴。留给中国的只有非洲、中东以及中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动荡不堪，就是异常贫瘠，而且工业薄弱，地理位置极差。不管怎么看，都和中国古代周边国家一样，属于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的土地资源。当然，大漂亮也是看不上这块土地的。在他们的划分体系里，这些地方还排在中国之后，只能承担最低级的资源输出国。既然别人看不上，那么这就是中国的机会。2013年9月，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份在东盟提出海上丝绸之路，11月份上升到国家重点战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式成立。倡议刚提出时，发达国家是不看好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在非洲搞基建只是为了消化国内的产能。但是这里非常的贫瘠，想要搞基建就得先借钱给他们，甚至捐款给他们。本来这么想也对，消化产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矛盾，再直白一点就是为了挣钱。但是你为了挣别人的钱，还要借钱给别人，关键这个人还穷，这显然是不靠谱的。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做生意，就好像你在卖粮食，但是客人只有无良商贩和穷人。同样是卖货，无良商贩说你按成本价卖给我呗，再贵了我不买。而穷人则说我很想买，但是没钱，你能不能先卖给我，等我有钱了再按市场价还给你。这个时候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选择穷人虽然风险大，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还钱，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选择商人，收益虽然少，但是风险也低，与他们做生意可能不够滋润，但养活自己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选择与谁做生意几乎是不用思考的。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逻辑，在一段时间里，国内外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人非常多，有些人甚至唱衰中国在非洲搞基建，认为中国在国外搞基建纯属浪费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就是在这种质疑声中前进的，但越是怀疑，我们反而走的越是坚定，甚至不惜为此下血本。2014年，中国自己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用来支持沿线国家的基建、产业开发等。2017年，再投入1000亿人民币，中国自己出资的同时，还将资金池不断做大了。在2016年时，主导成立了亚投行，亚投行共投入1000亿美元，用来支持其他国家的基建建设。除了钱，还提供各种产品和技术，可以说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为啥中国和漂亮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呢？其实就是两者的格局不同。商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他们来说，穷人一穷二白，自然是一无是处，没有收割财富的价值，所以不是一个好的贸易伙伴。但是只要跳出商人的思维，你就会发现，商人其实不过是个中间商。你和无良商人合作，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卑微的利润，失去的却是长期的成长空间。但是你和穷人合作，他可以帮你一起种粮食，一起把粮食做大，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个粮食，得到的却是做大的机会。中国在对待欧美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的确有钱，但人口只有11亿左右，与他们合作，我们得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利润，而且挣到的钱还没地方花，变成了巨大的泡沫。其他国家虽然并不富裕，但人口有50多亿，是发达国家的5倍。我们与他们合作，相当于再造一个经济圈。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我们花不出去的外汇、过剩的产能，但是得到的可能更多。只要这个经济圈人均富裕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1/5，财富总额就不会输给发达国家。而一旦经济圈里的人均收入超过发达国家的1/5时，那么作为经济圈的核心，中国将取得巨大的回报。说到这边，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有很多作者都在说中国搞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极力摆脱与美国合作，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就像面对抉择时，小孩会纠结选择哪个，大人通常是全都要。中国也是如此，我们与西方国家合作代表的是现在，打造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带则是未来。你没办法说哪种更好，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现在与未来我们全都要，甚至还要将它们融合在一起。这点在亚投行上就可以看得出来。2014年10月时，只有21个国家响应中国的筹建计划，
而且大部分还都是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看好，甚至一直在抵制。结果仅仅1年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抛弃了美国，相继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成员很快就扩展到90多个国家。美国在看到盟友叛变后，当然也是很生气，一直在说中国借钱给落后国家，别有居心。当然大家都很默契的没有理会。为什么他们的态度突然就发生了转变呢？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西方国家代表现在，而沿线国家代表未来。谁都知道未来就代表着潜力巨大。一开始很多人观望，是因为不想自己的位置被取代。现在着急入场，是不想失去分蛋糕的机会。说白了，一切都离不开利益。也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走的是无比正确。当然，看到这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沿线国家代表未来，那么为啥发达国家不直接与他们合作，还要加入我们这个倡议呢？首先纠正一点并不是没有这么做过，而是有过2次合作。一次是在2011年时，美国搞过类似的计划，也就是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他们的核心就是连接亚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亚太经济走廊，以及将阿富汗、中亚5国和太平洋出海口的新丝绸之路。这2个经济带类似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当然他们基本上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明明漂亮国那么有钱，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就是扶不起这些国家呢？答案就藏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上。我一直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是中欧班列，中欧班列的基础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的基础是2个大集中，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东部优先发展是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西部大开发让中国从富裕走向共同富裕，而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就可以把中国的共同富裕推向世界。所以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是高度互补的。我们对比一下周边环境就知道了。在西部大开发的早期，中国东西部发展呈现2极分化，西部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基础设施差，工业薄弱，而东部正好相反，工业发达，资源匮乏。一个有钱有技术，一个有资源有发展意愿，两者是不是就高度互补了？这种状况和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分布是差不多的。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工业和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工业发达，油气资源匮乏，两者也是反过来的。我常说中国走向富裕是其他国家的样板，就是如此。中国如何建设西部大开发，中国就可以如何建设沿线国家。搞西部大开发时，资源卖不出去怎么办？那就大搞基建呀，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部有什么资源，东部都可以满足。没有钱搞基建怎么办？东部给呀，想要多少给多少，而且可以长达20年的不间断输血。只要能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数额没有上限。没有产业怎么办？东部有多余的呀，低端产能可以直接转移，甚至高端产业也可以转移。所以你会发现，西部不管是基建还是工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从承接产能走向产业集群，交通网络越来越发达，海陆并济，而且还在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如此。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大力输血？因为西部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投入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发展过程中寻找慢慢磨平差距的方法，这个方法被复制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资源卖不出去怎么办？正好中国需要啊。能源安全正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多少中国可以消化多少。没有钱怎么办？中国也有啊。我们的外汇是不能拿到国内使用的，也买不到高端的技术，与其存在美国，还不如拿来投资。等外汇花的差不多了，还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互惠互利。沿线国家基建设施差怎么办？中国可以搞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效率还极高。中国基建说全球第2，没人敢说第1，正好也可以消化国内多余的产能。那没有产业怎么办？中国还有啊，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所有工业目录的国家，产业可以直接复制，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定制特色的产业。为什么我们常说中国与沿线国家高度互补？这就是开发沿线国家和中国开发西部一样，中国将这里看作100年大计，目标是共同走向富裕，所以不介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技术给技术，要钱给钱，共同把蛋糕做大。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反观美国，由于自身工业空心化，基建能力差，即使在优势的金融领域，其他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过是金字塔的底端，世界体系论中的边缘角色，是给他们打工用的。指望他们好心搞基建输送产业，基本是不可能的。而工业是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基建又是个国家搞好工业的根本，所以失败并不奇怪。2021年，美国拜登又考虑启动美版一带一路倡议，结果可想而知，一发布就被泼冷水。别说我们，就是美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搞成功。就像一只狼，是绝对不会把到嘴的肉叼给其他动物的。如果有，那么这块肉一定是诱饵。
100年前，中国没有能力来养活周边这么多国家；100年后，世界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世界，科技是可以用来养活更多的人民，而中国不会拿来作恶，我们是要把它拿来建设我们自己，也要拿来建设全人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要堂堂正正地建设世界；用一句歌词来表达就是，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吼。好了，我是熊猫，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的话，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期见。